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陆游和唐婉的这两阙词《钗头凤》。前人曾经评论陆游的《钗头凤》说他的词是无一字不天成。陆游本人就说过，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。正因为他亲身经历了这千古伤心之事，所以才会有这千古绝唱之词。今天呢，我们将着重讲一讲陆游的这一阙《钗头凤》。《钗头凤》的词调是根据宋代的斜方词改译而成的。因为斜方词当中有都如梦，何曾共，可怜孤似钗头凤。关山隔，晚云闭，雁儿来也，又无消息。这一句话，所以呢，就取名为《钗头凤》。这阙《钗头凤》的词意是：过去的一切就像梦一样渺茫，如今在梦中也难能团圆与共了。终日里只身一人，就像那单只的钗头凤一样孤单无助。夕阳西下的时候，燕雀争相怀巢，试问远隔重山的人儿，为何不知用轻燕来传递消息呢？陆游用钗头凤这个调名大约有两方面的含义。一是指自从自己和唐婉离别之后，可怜孤似钗头凤。二呢，可能指离别之前的往事都如梦一样的瞬然消逝，没有能够和唐婉共守偕老。好，下面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陆游所填的这一阙《钗头凤》的词句的具体的含义。这阙词的第一句，红酥手，黄藤酒，满城春色宫墙柳。这三句是在追忆往昔，它所表现的情感是极其丰富而又复杂的。红酥是来形容细腻而红润的意思。在李清照的《玉楼春·红梅词》当中说，红酥肯放琼苞碎，探看难知开遍末。这句词当中就以红酥来形容红梅的蓓蕾的颜色，是一个很令人陶醉的字眼。陆游在这里用红酥来形容肤色，更加代表了他对唐婉所具有的那份爱恋之意。陆游为什么只写手如红酥？这是因为手是最能够表现出女性的仪态的。在古诗当中就有纤纤擢素手，札札弄机杼。在苏轼的《贺新郎》中有一句，手弄生绡白团扇，山手一时似玉。都是借用手来体现人物的体态和仪表的这些例子。在这阙词当中，陆游不仅借对用手的描写来衬托唐婉仪容的婉丽，同时呢，联系下面这一句黄藤酒来看，正是暗示他看到的唐婉给现在的夫君在捧酒斟酒的那个场景。看到这个场景，自然就会突然引起陆游的无限的感慨与回忆。当年的沈园曾经是他和唐婉这一对恩爱夫妻携手游赏之地。曾几何时，冤侣分散，爱妻现在已经属于他人，满城春色依旧，而人事已非。黄藤在宋代的时候，官家的酒是以黄纸来封的，所以呢，都是以黄蜂来代指美酒，那黄藤呢，也是指美酒的意思。宫墙，南宋的时候，绍兴是陪都，
什么叫陪都？就是在首都以外另外设的都城。所以绍兴的某一段围墙就有宫墙之说。宫墙柳虽然是写眼前的实在的景色，但同时也暗含着宫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这一层意思。再来看东风恶这一段，写出了陆游被迫和唐婉离异之后的痛苦的心情。他上一层写春景春情无限美好，到这里突然一转，激愤的感情潮水一下子冲破了陆游心灵的闸门，无可遏制地宣泄下来。东风恶，欢情薄，它是借春风吹落繁花来比喻好景不长，欢情难在。东风恶三个字一语双关，含蕴很丰富，是准确词的一个关键所在，也是造成陆游的爱情悲剧的症结所在。本来东风是可以使大地复苏，给万物带来勃勃的生机的，但是当它狂吹乱扫的时候，也会破坏春容春态。东风恶的恶字，很多人理解为是恶毒的恶，更加有人把它加以引申，认为东风恶是指陆游他影射自己的母亲太狠毒，拆散了他的美满姻缘。其实这可能只是一种望文生义而已。恶这个字本身它是表示事物程度的一个中性的词，就是没有好坏之分。它的意思是太、甚、极、深的意思，并不带有贬义的意思。比如像康瑜之的《忆秦娥》当中，春寂寞，长安古道东风恶，意思是春光已经去了，但是长安古道上的春风还在使劲地吹着。周邦彦的《瑞鹤仙》当中有一句词，叹西园，已是花生无地，东风何事又恶，意思是说西园的落花已经飘零满地了，东风你又何必刮得如此之盛呢？元朝的胡之从，他在散曲《快活三过朝天子》当中有一句，柳丝舞困小蛮腰，显得东风恶，就是形容春风当中的杨柳不停地迎风飘舞，显得东风是非常猛烈的。那如果柳丝是小蛮的腰肢，那它一定会感到十分的困倦了。在这里，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小蛮是从哪里来的？小蛮腰是从哪里来的？据说白居易他有一位妾，名字就叫小蛮。小蛮他的腰肢很细软，他的跳舞跳得非常的好，所以把细软的腰肢形容为小蛮的腰肢，那小蛮腰这个词就是从这里来的。所以知道了这个恶的意思，我们也知道了东风恶它其实并不是影射陆游的母亲，它这里的恶只是指很强劲的意思。那接下来的一怀愁绪，自然是紧承着上面的好景不长，欢情难在这个情感线索发展而来的，是陆游在向前妻唐婉倾诉自己几年来的愁苦和寂寞。一怀愁绪，几年离所，离所是离群所居的意思。最后他以错来把这一段结尾。这三个字用得非常的妙，他一连三个错的连迸而出，却是一字一泪，是错误，是错落，更是挫折，感情非常的沉痛。
那至于到底是谁错了，是自己当初不敢逆母亲大人之意而最终与唐婉分手，是自己错了，还是对母亲的强势的压迫行为认为是母亲错了，或者是对整个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的否定？词里没有明说，留给了我们读者来细细的品味。好，这是词的上半阙，接下来我们再看看下半阙。